2026年7月28日下午3点多，台中大甲，据报道，一位47岁的皮肤科诊所院长在自己的诊所里突然倒地，送医急救之后还是没有救回来。5天前，他才刚拍完一支介绍大甲小吃的影片，前一天早上还有病人坐在他的诊间里，觉得医师今天气色不错。几天之后，那间开业才满1年的诊所贴出公告，永久歇业。我们今天不猜死因，那要交给专业判断。家属也还在伤心。我们要问的是另一件事，一件跟在座每一位都有关的事。一个气色很好，前一天还在看诊的人，身体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出问题的？还有一个更贴近你我的问题，他倒下之前的那几个晚上睡得好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用一个很土，但你听完就忘不掉的比喻，把整件事串起来。这个比喻叫做身体的加班费。你的自律神经其实是2班人马在轮班，白天上工的那一班叫交感神经，我们今天给他取个绰号叫加班仔。他的工作是踩油门，让你心跳快一点，血压高一点，脑袋醒一点，好去应付外面那个吵吵闹闹的世界。晚上接班的那一班叫副交感神经，我们叫他打烊班。他负责关灯、收桌子、拉下铁门，让心跳慢下来，血管松开来，身体开始修理白天弄坏的地方。正常的一天是这样的，天黑了，加班仔打卡下班，打烊班接手上工，交接的漂亮，你就有好觉睡。问题来了，很多人的身体，那个加班仔根本不下班，灯关了，眼睛闭了，你却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枕头上，脑袋还在跑，明天的行程翻来覆去到2点半，你明明累得像灌了水泥，却怎么样都睡不着。这不是你想太多，这是加班仔在偷偷加班，而加班是要付加班费的。身体付不出现金，他就用别的东西付，血压、血糖、心率，还有那条不知道哪一天会塞住的血管。这笔钱你今天不付，他就记在账上，慢慢加利息。先讲第一个大家都搞反的观念，我们一般都以为累了就会好睡，做工做一整天，回家头一沾枕头就打呼，陪孙子跑一天，8点就昏过去了。这是我们对疲劳的直觉，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真正累到骨子里的那种人，反而躺着睁眼到天亮。睡眠医学里有一个讲了30几年的说法，叫做过度觉醒。研究失眠的学者发现，慢性失眠的核心问题不是睡得不够，而是醒过头。研究把失眠的人跟一般人放在一起对照，那些数据摊开来是这样的：失眠者夜里的心跳比较快，核心体温比较高，整体代谢率比较高，晚上压力荷尔蒙还在分泌，连脑波里高频的活动都比别人多。翻成人话就一句，人躺平了，加班仔没躺平。所以越累越睡不着不是矛盾，它是同一件事的2面。你越靠意志力硬撑，撑到后来，那个加班仔就越关不掉。台湾有多少人卡在这个圈子里？台湾睡眠医学学会2017年的调查，全台慢性失眠症的盛行率是 11.3%， 差不多每10个人就有1个。2019年那次调查是 10.7%， 数字并没有变好，年纪越大比例越高。同一系列的调查里，60到69岁的长者慢性失眠的比例来到 22.7%， 65岁以上有研究指出达到 27%， 明显高过19到59岁那一群的 19.3%。 换句话说，如果你超过60岁，早上在公园一起走路的那群老朋友，每4到5个里面就有1个是躺着树天花板的。这不是个人的毛病，这是我们这个年纪的集体现象。讲到这里，我知道一定有人要说，我年纪大了，本来就睡得少，4-5个小时就够了啦。可就在大家都这样安慰自己的时候，研究给了不一样的答案。年纪变大，改变的是睡眠的结构，不是需求。上了年纪，深睡期会变短，半夜比较容易醒，褪黑激素分泌减少，所以睡得比较浅。但身体需要的修复量并没有跟着打折。把睡得浅当成不用睡，等于把还没还完的班费直接划掉，账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消失。那到底要睡几个钟头才够？我直接给答案，大部分成年人落在7到8小时，55岁以上可能少一点
7小时上下算合理。但比时数更重要的指标是你早上起来的感觉，醒来15分钟之内脑袋能开机，白天不必靠3杯咖啡撑着，这比你在床上躺了几小时有意义的多。那睡不着到底会不会出人命？这就要讲到今天的重点，猝死之前的3个阶段。要先讲清楚，这3个阶段不是哪个单位颁布的官方分期，它是把台湾多位医师谈过劳警讯时反复提到的东西整理成一个好记的顺序。它不是诊断书，它是一把让我们自己听身体声音的尺。第一阶段叫做怎么睡都不够。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疲倦开始失去比例，以前的累是有理由的，忙了一整天当然累，现在变成没理由也累，睡满8个小时起来还是累，周末补睡到中午，起床照样像被卡车斩过。台湾的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在今年谈到中壮年接连累倒的现象时，特别提醒，很多致命疾病最早出现的警讯不是痛，是异常的疲倦。他点出几种要小心的累法，走几步路就喘，体力明显掉下来，可能跟心脏衰竭、冠心病、肺部疾病或严重贫血有关。睡再久还是倦，可能跟甲状腺功能低下、忧郁症、慢性感染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这个阶段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它太容易被解释掉。我们会说年纪到了嘛，会说最近天气热，会说我这老毛病了。一句年纪到了，就把身体举起来的白旗当成装饰品。我常想到早餐店的那种画面，一杯冰奶茶配蛋饼，顺手配一颗止痛药，然后跟自己说我再撑一下就好。再撑一下这4个字是台湾中年人的口头禅，也是加班仔最爱听的一句话。第二阶段叫做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人明明累到眼皮撑不开，一躺下去脑袋反而亮了，或者入睡没问题，但半夜2点、3点、4点准时醒来，然后再也睡不回去。有些人会加上心悸，躺着就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有些人是半夜盗汗，醒来背后湿一片。为什么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严重？因为第一阶段只是白天的班没上完，第二阶段是晚上的修复工程被取消了。工程一取消，血压没有夜里该有的下降，发炎没有机会退，血管内皮的破损没有人补，而且它会自己滚雪球。长期睡眠不足会让交感神经持续活化，血压升高，慢性发炎增加，心脏等于长时间超载运转，加班仔不下班，隔天更累，更累又更睡不着。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第二阶段还有一个很残忍的特性，这时期的人白天的表现常常还是很好，他还能看诊，还能开会，还能拍影片，还能笑着跟每个人讲早安。因为肾上腺素这种东西短期之内真的很好用，所以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听到那句话，他前几天看起来明明很好。第三阶段叫做身体开始直接讲话，到这里讯号就不客气了，胸闷、胸口压迫感、走路会喘、爬个楼梯要停一下、头晕、心跳突然冲上去又掉下来，莫名其妙的冷汗。舒田诊所的何一成医师谈过劳死的时候就讲过，过劳死大部分是心血管疾病，而发作前常常有胸闷、头晕、心悸、心跳快这一类警讯。这些症状有个共同点，它们都不像病，它们像累，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第一阶段像累，第二阶段像睡不好，第三阶段还是被当成累，3个阶段同一个误会重复了3次。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胸闷忍一忍就过去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往往已经在血管里排队很久了。那么这笔加班费到底加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头？有没有数字？有，而且数字比我们想的清楚。2021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劳工组织联手发表了一份研究，登在期刊《环境国际》上，涵盖194个国家，是第一份全球规模估算长工时到底害死多少人的分析。结论是，光是2016年这一年，全球就有74万5千人死于跟长工时有关的中风与缺血性心脏病，其中中风39万8千人，心脏病34万7千人，跟2000年比增加了 29%。 再具体一点，
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的人，跟每周工作35到40小时的人相比，中风风险高出大约 35%， 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高出大约 17%。 还有一个数字要念给男性朋友听，这些死亡里面 72% 是男性，而且大多数人是在60到79岁之间过世的，他们拼命的年纪落在45到74岁那一段。看懂了吗？这笔加班费不是当场结算的，它是挂账的，挂个230年，等你以为自己已经退休，已经安全了，账单才寄到门口。台湾自己也有一把尺，劳动部那份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认定参考指引写得很明白，发病前1个月的加班时数超过100小时，或是发病前2到6个月之间，任何一个区间的月平均加班超过80小时，就可以认定工作负荷跟发病有极强的相关性。我们把它换算成生活的样子，月加班80小时，等于每个工作日多做4个小时，早上8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天天如此。这在台湾多少行业里是常态，我们心里都有数。劳动部公布的国际劳动统计里，台湾2024年受雇者的年总工时是2030个小时，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国家中排第5，前面是墨西哥、新加坡、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同一份资料里，南韩是1859小时，日本是1636小时。我们一年比日本人多上将近400个小时的班，这400个小时很多是从睡觉里面挖出来的，而且退休了也不代表下班。很多长辈退休以后顾孙子，照顾更老的长辈，帮忙看店，半夜爬起来给老伴喂药，加班仔照样没下班，只是没有人替他计时而已。讲到这里，一定有人心里在嘀咕，那我平常有运动啊，早上走1个小时，这样总可以抵消吧？问得好，这个问题2025年有人拿实验回答了。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做了一个设计很精细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生物标记研究》期刊上。他们找了16位睡眠习惯良好的健康年轻男性住进实验室，吃什么、动多少、灯几点开，全部 control 在研究人员手上。一个阶段让他们连续3个晚上正常睡，另一个阶段连续3个晚上只睡大约4小时，然后抽血，测量血液里88种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的蛋白质。结果是，只要连续3个晚上睡4小时，这些健康年轻人血液里跟心脏衰竭、冠状动脉疾病有关的一票指标就明显往上跑。3个晚上，不是3年，是3个晚上。那运动有没有用？研究里也安排了高强度运动，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一次。运动确实带来它自己的好处，但睡眠不足推高的那些蛋白质并没有被压回去。研究团队算出来有16种相关蛋白质仍然上升。换句话说，运动跟睡眠是2本账，不能互相冲销。你不能用早上多走那1小时去抵掉昨晚少睡的那3小时。那有人接着问，那我平日先撑着，周末补回来总可以吧？这也是很多台湾人的生存策略。周一到周五睡5小时，礼拜六睡到中午12点。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补回来了的时候，事情又反转一次。睡眠医学里有个名词叫社会性时差，讲的就是这种平日跟假日作息差一大截的状态。身体最讨厌的不是少睡，是忽早忽晚。你想想看，一间公司如果排班表天天在改，加班仔跟打烊班会直接在门口吵起来，谁都不知道自己几点该上工。所以规律比长度更重要。这句话请记住，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假日的起床时间跟平日差距尽量控制在1个钟头之内。真的很累，宁可下午小睡20分钟，也不要早上补到中午。我知道讲到这里，有些朋友已经开始紧张了，所以下面这一段我们必须把话讲平。不是每一个睡不着都是猝死的前兆，这句话请一定要听进去。睡不着的原因非常多，过劳只是其中一种，最常被漏掉的一种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有人打呼打得地动山摇，自己以为睡得很沉，其实整晚都在缺氧。这一种我要多讲2句，因为它最容易被家人当笑话。太太说先生打呼像拖拉机，全家笑一笑就过去了。可是打呼中间那个安静的空档才是重点，那几秒钟他没有在呼吸，血氧往下掉，身体立刻把加班仔叫起来救场。
一个晚上来回几十次，人当然睡不饱。除此之外，攝護腺肥大让人一晚跑3次厕所，甲状腺功能异常，更年期的热潮红与盗汗，膝盖一翻身就痛的慢性疼痛，焦虑跟忧郁都会先从睡眠出问题开始。还有一项最容易被忽略的是药物，某些血压药、气喘用的支气管扩张剂、类固醇，甚至某些感冒药的成分都可能让人睡不好。你手边那几包药值得整包带去给药师或你的医师看一遍。所以请记住，睡不着本身是一个症状，不是一个诊断。分辨的工作要交给你的医师，带着健保卡去把原因查清楚，比在网络上买一堆瓶瓶罐罐实在得多。另外，跟邻居要安眠药来吃这件事千万不要做，同样是睡不着，背后的原因可能差10万8千里，别人的药对你可能刚好是反效果。那有没有哪些状况是不能等的？我列几条线给各位记住。胸口闷或痛超过10分钟，尤其合并冒冷汗、恶心，或者痛到下巴、左肩、左手臂，不要等，直接叫救护车。越来越喘，昏倒或接近昏倒，单侧手脚无力，讲话讲不清楚，黑便或吐血，高烧合并意识不清，这些通通是急诊等级。休息了2天以上，还是累到不像话，而且伴随喘、下肢水肿，走几步就要停，这个要尽快就医。还有一种很诚实的讯号，以前爬得动的楼梯，最近爬不动了。台湾的好处是急诊就在那里，健保就在那里，半夜2点也有人开门，用得到的时候不要客气。我知道很多长辈最不愿意的就是麻烦人家，觉得半夜叫救护车很不好意思，想说忍到天亮再去诊所排队。可是心肌梗塞这种事，临床上一路强调的都是抢时间，越早把血管打通，心肌救回来的就越多。前面那几个礼拜的警讯你可以慢慢想，发作的那几个钟头不行。从你家到最近的急诊要开几分钟，这件事值得今天就先问清楚。好，现在讲今天最实用的部分，怎么让加班仔真的下班？原则只有一条，你没有办法命令交感神经停下来，你只能请副交感神经上工，打烊班一上工，加班仔自然就走了，这是身体的规矩。第一件事跟洗澡的时间有关，而这一点被严重低估。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团队在2019年做过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他们先筛过5300多篇相关研究，最后挑出符合条件的人体试验做统合分析，成果登在睡眠医学评论上。那份分析的结论是这样的，睡前1到2个小时用摄氏40到42.5度的水洗澡或泡澡，哪怕只有10分钟，都能明显缩短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幅度大约3×6，平均省下10分钟左右。10分钟听起来不多，可是对一个躺在床上跟自己拔河1小时的人来说，这10分钟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原理在哪里？答案跟很多人想的相反。热水澡帮助睡眠，不是因为让你变热，而是因为让你之后变凉。泡热水的时候，血液大量跑到手脚的皮肤表面，等你起身擦干，这些热就从手脚散掉，身体核心的温度反而往下掉，而核心体温下降，正是大脑判断该睡了的讯号。史丹佛大学睡眠与生理时钟研究中心的西野精治教授讲得更具体，睡前90分钟，摄氏40度泡15分钟，深层体温先升上去大约 0.5 度，90分钟之后回落，那个往下掉的斜坡就是最好睡的时候。所以洗完澡马上躺下去，其实是踩在体温的最高点上。很多人抱怨洗完热水澡精神更好，原因就在这里。台湾夏天热，泡整缸不现实，那就折中，温水淋浴10分钟，或者拿个桶子泡脚，水到脚踝上方泡15分钟，方向是一样的。晚上9点半要睡，8点去洗刚刚好。如果你有心脏病史、血压偏高或者膝盖不好，泡澡的水温跟时间请先跟你的医师讨论，不要自己加码泡到满头大汗，那是在发加班费，不是叫人下班。第二件事跟呼吸有关，有一个做法叫478呼吸法，是亚利桑那大学整合医学中心的安德鲁·快维尔医师推广的。做法是用鼻子吸气4拍，屏息7拍，再用嘴巴慢慢吐气8拍，这样算一轮，
睡前做4轮。为什么有效？关键在吐气。吐气拉长的时候会提高迷走神经的张力，把身体从交感神经主导的紧绷推向副交感神经主导的放松。讲白话就是拿麦克风叫打烊班上工。不过我要老实讲，屏息7拍对很多熟龄朋友并不舒服，憋到脸红反而更紧张，那就把屏息拿掉，改成吸气4拍，吐气8拍，做3分钟就好。重点从来不是那个7，重点是吐气要比吸气长。做的时候有2个诀窍，手放在肚子上，吸气时肚子鼓起来，而不是肩膀往上耸。吐气时嘴巴微微嘟起来，像在吹一根很细的蜡烛，让气慢慢的出去。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不要只在睡不着的时候才练。如果你只在半夜2点崩溃的时候拿它出来用，大脑会把这套呼吸跟焦虑绑在一起，效果就打折了。白天先练熟，等公车练，看电视广告练，练到不用想就会做。第3件事是把床这个字重新定义，而这一点最反直觉。很多人睡不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我早点上床，多躺一点，总能多睡一点。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躺得越久，睡得越差。因为大脑是会学习的，躺在床上清醒的时间越长，大脑学到的就是床是一个烦恼的地方，而不是床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有一条很硬的规矩，躺床20分钟还没睡着，就起来，离开房间，开一盏黄黄的小灯，做点无聊的事，等有困意再回床上。不要在床上滑手机，不要在床上算账。还有一条更重要，固定起床时间比固定就寝时间更重要。你没有办法命令自己几点睡着，可是你可以决定几点起床。前一晚几点睡都不管，早上就是那个时间起来。我知道这2条听起来都很不近人情，但它们是目前国际上处理慢性失眠的第一线做法，顺序排在安眠药前面。这个过程通常要2-3个礼拜才看得到效果，急不得。第4件事，白天的班要在白天上完。早上起来拉开窗帘，让眼睛照到自然光15到30分钟。台湾的早晨很方便，去菜市场绕一圈，顺便跟人吵一下菜价，这都算数。光照是校正生理时钟最便宜的工具，1毛钱都不用。咖啡因也要讲，它在体内代谢到剩一半，一般人大约要5个小时，年纪越大越慢。下午3点那杯早餐店冰咖啡，那壶回冲再回冲的浓茶，很可能就是你半夜3点睁眼的原因。酒精一样，很多长辈说睡前喝一杯比较好睡，前半段是对的，后半夜却会浅眠，频繁醒来，而且让打呼跟呼吸中止更严重。晚餐别吃太饱太晚，睡前3小时吃完最好，肠胃还在加班，打烊班也不好意思拉铁门。第5件事，替脑袋倒垃圾。很多人躺下去睡不着，是因为脑子里有20件没处理的事在排队。你越叫自己别想，他们排得越整齐。那就在睡前1个钟头，拿一张纸，把明天要办的事跟现在担心的事全部写下来。写的目的不是解决它，是告诉大脑，这些我记下来了，你可以下班了。2018年，美国贝勒大学做过一个小实验，让一组人睡前写隔天的待办清单，另一组人写今天完成了什么。结果写待办清单的那一组平均快了9分钟入睡。脑袋要的就是一个交接完成的讯号。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诚实面对，那安眠药呢？是不是坏东西？不是，我们不做那种安眠药有毒通通丢掉的节目，那非常不负责任。已经在服药的人自己突然停掉，反弹性的失眠会更严重，血压也可能跟着跳。真正该担心的是只吃药不动作息。药可以帮你把眼睛合上，却没有办法帮你把加班仔赶回家。人昏睡过去了，交感神经的张力还维持在高档，身体并没有真的进入修复，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讲同一句话，我明明有睡啊，怎么起来还是累。这件事其实有工具可以看，叫做心率变异度，英文简称是 HRV， 它量的是心跳与心跳之间那个极微小的时间差。听起来很反直觉，但事实是心跳间隔的变化越大，代表自律神经的调节能力越好。变化小到像节拍器一样整齐，反而是警讯。
代表这台车只剩油门，刹车不太灵了。慢性疲劳跟自律神经失调的人，整体的 HRV 通常偏低。很多医院跟诊所都有这项检查。如果你长期觉得累又睡不好，可以跟你的医师讨论要不要测一次，让账本上的数字摊开来看。合理的做法是两只脚走路，一边照医嘱用药，一边把光照、咖啡因、洗澡时间、床的规矩慢慢调回来，然后定期回诊，跟你的医师讨论调整的空间。我们把今天的东西收拢一下。第一，累却睡不着，不是你想太多，是加班仔到了半夜还没打卡。第二，这笔班费身体会记账，连续3个晚上只睡4小时，健康年轻人的心血管蛋白质指标就会明显变动，而运动没有办法把它抵消。第三，猝死不是没有预告，3个阶段：一是怎么睡都不够，二是该睡却睡不着，三是身体直接开口。3张账单，第1张是提醒信，第2张是催缴单，第3张是法院通知。第4，判断的标准不是累不累，是休息之后补不补得回来。躺2天还是累到不像话，就要跟你的医师讨论。第5，如果今天只能挑一件事做，就挑把洗澡时间往前移，不用花钱，不用买东西。今晚提早1小时洗，洗完把大灯关掉，坐着吸4拍，吐8拍，做3分钟，先做7天。7天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加班仔肯不肯下班。可就在所有人以为我还没收到第3张账单的时候，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拖。人都是这样的，痛还没来，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例外。最后，我们回到那位47岁的医师。据报道，他生前写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再累都值得。这句话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讲过，至少也想过。为了家，为了病人，为了店面，为了小孩的学费，再累都值得。那支介绍大甲小吃的影片还挂在网络上，镜头里的他精神很好，笑着说哪一摊要趁早去排队。他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支，按下播放的人也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5天里他有几个晚上是躺着睁眼到天亮的，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倒下的前一晚究竟有没有睡好，更不会知道他行事历上最后那一格写的是什么，是一个下午的门诊，是一场周年之后的检讨会，还是一句他写给自己却没来得及兑现的这周结束就休息。那一格是空白的，我们补不上了。但是今天晚上11点，当你躺在床上，灯关了，心跳却还在敲枕头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件事，那个还在加班的人是谁让他留下来的？